上集说到，为了救出劳伦特，法卢带着几个手下开始佯攻交易所正门。他们制造的声势很大，很快便牵制了大部分的守卫。见到目的达成，法卢赶忙带着几人离去，剩下的就交给达里尔了。与此同时，达里尔也悄悄地从暗道摸进了交易所中。现在只要找到劳伦特，将其带走就行。他刚要上楼，却发现又有几个守卫冲了下来，避免打草惊蛇，他赶忙躲在了吧台后面。等几个守卫拿着武器冲出去后，他才朝着楼上走去。而此时的2楼，安娜还在看守着劳伦特。I hope you get to go home soon. You don't want me here? I want you where you're happiest. 安娜其实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在她的心里，肯定是不希望劳伦特能够留下来的。一旦这孩子留在奎因身边，那么奎因也会把那个名叫伊莎的女人带回来，到时候她的处境就十分的尴尬，交易所老板娘的地位也会不保。所以他打着为劳伦特着想的目的劝他离开。而从小在修道院长大的劳伦特哪明白这其中的弯弯绕绕，天真的以为安娜真的是在为他好。 What is it? You're nice, but you don't want people to know that. You're a good kid. But everyone knows that. 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打开。 Daryl! Where's Isabel? I'll take you to her right now. Then I should give Anna back her charm. 他刚转身就愣住了，只见刚刚还温柔慈爱的安娜阿姨竟用枪指向了他。此刻安娜心里也很矛盾。奎因把照看劳伦特的任务交给了他，他理应开枪阻止对方，可转念一想，孩子被这个美国人带走也挺好，这样也能断了奎因的念头。 Go. Let's go. 另一边，奎因来到了交易所的门口，看到这边一团糟，赶忙询问袭击的人在哪。可还没等手下说话，他便反应了过来，这是在声东击西。焦急的他又快速的回到了交易所，希望儿子没事。而这时达里尔刚好带着劳伦特出来，直接和他撞个正着。达里尔让劳伦特待在原地，自己则上前迎上了奎因。正所谓情敌见面分外眼红，俩人都没有多余的废话，直接就动起手来。奎因想的是将达里尔抓住，然后交易给热内，这样他就能和伊莎、劳伦特美美的过上一家3口的好日子。想法挺好，可他高估了自己的身手，才交手没2下就被达里尔揍得有些发懵。将奎因放倒后，达里尔本想着掏出匕首解决了这个家伙，可很快他又想起了站在一旁的劳伦特。不管怎么说，奎因都是这孩子的父亲，当着他的面这样做太过于残忍。思量一番后，他选择了将其打晕。Come on. 劳伦特缓步走上前，深深看了一眼奎因后，他便抬腿朝着达里尔走去。河边这边，法卢带着小青年来到了河边。他们得知了消息，热内派遣了大量的士兵对巴黎周围进行了封堵，看样子他们势必要抓到达里尔和劳伦特才肯罢休。现在没有多少时间能耽误了，得赶快抓紧时间离开。伊莎也意识到了情况的复杂，就在他思量该怎么办的时候，达里尔带着劳伦特赶了过来。伊莎紧紧地抱住了孩子，此刻他的心里打定了主意，为了能让达里尔和劳伦特安全地离开巴黎，伊莎放弃了登船，他得留下来帮助法卢他们给达里尔争取时间。 Thank you. That's your right. I guess you gotta get going. The guy here overtaking the city. I need someone with influence. Someone who can make sure that they let him pass.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伊莎的意思很明显了，他打算去找奎因帮忙，让那家伙用自己的势力打通离开的路。当然，前提是他得回到奎因的身边。对此，达里尔很是生气，可他也明白，当下能把劳伦特平安的带离巴黎，好像只有这一个办法。 Listen, I know this isn't your fight. I know you should be on your way home by now. But there's no one else who can take him to the nest safely. Please. You can't stay here with him. I'll figure a way out. Once I know he's safe, I will. I guess this is it then. Hope not. But if it is, I hope you make it home. When am I going to see you again? Non, écoute-moi. Je te promets. Je te promets que je vais faire tout ce qui est possible pour venir te rejoindre. Mais si tu peux pas... Fais-moi confiance. D'accord, c'est Daryl qui t'emmène. Je te promets, il faut que je reste un petit peu. Viens avec nous! Tu seras en sécurité avec Daryl.
就这样，几人做了简单的告别后，达里尔带着劳伦特登上了小船。岸上的伊莎眼含不舍地看着他们，今日一别，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1小时后，伊莎独自来到了地下交易所，经历了不久前的遇袭，这里很是冷清。奎因更是略显颓废的在吧台喝着闷酒。这时他察觉到身后有人，转身一看，竟然是他念念不忘的伊莎贝尔，而伊莎则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为了劳伦特和达里尔，他不得不委曲求全地来找这个男人。而看到这一幕的安娜，眼睛死死地盯着二人，也不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等到了第二天，赶了一夜水路的劳伦特坐在船上，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这孩子从小就在修道院里长大，哪里见到过这些场景？欣赏了一会儿美景后，他便为伊莎祈祷了起来，希望伊莎能够平安无事。看到这一幕的达里尔不由得担忧了起来。这个孩子从小就被修女们保护，性子也被养得有些软弱。倘若自己不久后回去美国，那他真的能适应末世吗？得知他的想法，接应的老人安慰他别担心，表示巢穴非常安全。劳伦特到了那里会被精心保护栽培，最后成为命中注定的领导者。目前距离希望联盟的总部还有100多公里，估计明天就能抵达。等到傍晚的时候，他们将船停在了岸边，因为这边有阿兹兰的临时营地，打算今晚在这边休息一晚，里面的东西也还在，可以挂在四周预警，这样他们晚上就能睡个好觉。这时劳伦特拎着个水桶招呼着达里尔，因为他刚刚尝试第一次钓鱼，不曾想真的钓到了一条。 Wow, look at you getting the hang of it. He's a beauty, isn't he? Yeah, he is. Grab your knife. I'll show you how to go. You got him? Yeah, I'm gonna eat him. You didn't think we were doing this for fun, did you? I can't eat animals. You made a promise to God. Only God will understand. He's right, though. It's allowed when there is no other option. You ain't at the Abbey anymore. You gotta learn how to take care of yourself. I miss Lizzo. We all got people we miss. What people do you have? I got friends. You know my friends, but I don't know about yours. It's not fair. Life's not fair. That's the fish. All right, let's see. There's Judith and RJ. They're kids like you. There's Connie, Ezekiel. There's a lady named Carol. They sound nice. Yeah, how do you know? What? You miss Lizzo too. I can tell. 达里尔没有再接话，而是在他面前演示起了怎么杀鱼。他一边操作一边跟劳伦特讲解着，就像是一位老父亲在教儿子。他希望等自己离开后，这孩子能够独立的生存下去。等将鱼处理好后，他们升起了篝火。接着达里尔又开始教他如何的烤鱼。Tail out to the mouth. Got it? All right. Here, you try. I don't want to. Sometimes you gotta do things you don't want to do. Sometimes you don't have a choice. 时间很快就到了晚上，达里尔抱着一些柴火刚回到营地，就听到了劳伦特在房间里祈祷。这个善良的孩子不光担忧着伊莎，连在美国的朱迪斯和 RJ 等人也成了他祈祷的对象。达里尔听到后心里也是欣慰不已，暗道这孩子除了性子软弱，简直就是个小天使。他将柴火放在了篝火旁坐了下去，看到阿兹兰一直摆弄着手表，便不由好奇那块表有什么含义吗？老头向他解释说这玩意曾经救过他的命。达里尔听后也是点了点头，接着他问向了阿兹兰，求证勒阿弗尔港是否真的有船只来往。阿兹兰则告诉他是真的，不过那个港口是热内组织在控制。另外也让达里尔不要担心，只要到了联盟总部，他们的首领一定会帮他找到回家的船只。 Lone wolf who only wants to get back to his pack. You made a promise. There are times when even a man's promise gets overwhelmed by connection to other people or a larger cause. 聊了一会儿后，达里尔进到房子里休息，而阿兹兰则在外面守夜，看着外边微弱的火光。达里尔却毫无睡意，脑海中不断回忆着过往。就在他思绪万千的时候，外边突然传来了一些动静，他赶忙坐起身来，外边的火光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道黑影，还伴随着阵阵嘶吼声。不用猜也知道这肯定是只丧尸。达里尔见状，直接掏出了匕首，然后隔着门帘捅了上去。接着他小心翼翼地走出了屋外，外边很是安静，阿兹兰也不见了身影。他赶忙来到了篝火旁，只见地上倒着2具丧尸的尸体，尸体身上还冒着灼烧的白烟。突然，一道虚弱的声音传来，达里尔抬头看去，只见阿兹兰靠在不远处的一棵树前，好像受了很严重的伤。达里尔赶忙查看他的情况。 Sleep fighting them off. I think something bit my back. I can't seem to move.
No. 鲁哥拿着手电看向老头后面，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一根木头插进了他的后背。Those years of training, and I'm done in by a telephone pole. 老头知道自己快要不行了，他开始恳求达里尔一定要把劳伦特带到巢穴，那是他们整个联盟的希望。说着，他从兜里掏出了那块怀表递了过去，然后叮嘱他继续沿着河流走，直到看到和怀表上一模一样的建筑时，那就是希望联盟的总部巢穴。I'm at peace, Monsieur Dixon. The boy is in good hands, and I'm facing east. Here, use my knife to do it. What? 祷告还没做完，老头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达里尔的心中很不是滋味，虽然和阿兹兰才相处了一天，但他知道老头是个好人，是个忠实的信徒。为了把劳伦特带去巢穴，已经有很多无辜的人死去了。第二天早上，达里尔将老头埋葬在了营地旁。不出意外的话，今天他们就能抵达希望联盟的总部，然后彻底的完成自己的使命。可来到河边的时候，达里尔傻眼了，昨天停靠在这里的小船竟然不见了，只剩下了固定船只的绳子。达里尔崩溃了，为什么事情总是发生意外？自己想回家怎么就这么难？气愤不已的他查看起了绳子，竟发现绳子是被一点点割断的。